比特币确认突破了吗？现在就是最好的确认开仓时机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一直在等待的突破，很有可能就在现在就要开启，就要来临了。我们可以先观察我们目前这整个震荡区间，我们已经震荡了200多天了，接近250天左右。这往上突破的话，这绝对会是非常非常大的突破。我们都知道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当一个区域它吸筹的时间越久呢，往上可以造成的涨幅就越大。那如果说在一个位置它震荡的时间呢很窄很短，那它往上走的涨幅也会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这里往上走的话，我相信我们6-7万的这个区间呢，它基本上是绝对不会再回来了。除非我们又到达熊市，不然我们只要在牛市在多头当中，这个区间就非常非常难回来。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所出现的49000左右的这根针啊，它确实非常有可能就形成我们这个区域的最底部的位置了。我们都知道当一个区间呢，它其实下边界它是不应该被来回的穿插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下边界大约就在54000的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面呢其实都有测试过很多次至少有3次。那往上就不用看了，往上的话测试的次数也是非常多，它可以确认这个上边界。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整个震荡区呢是在55000一直到7万的震荡区。那我们还可以往下插到49000呢，就代表这其实是一个正常。他想要把这些还在迟疑的筹码呢给逼出来，那就只能透过这种往下插很深的针的方式。我们怎么知道它确实有把筹码给逼出来呢？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往下看我们这根针它确实就是我们在这整个震荡区量能呢最突出的一根 K 线。其实我们这种状况呢，我们在前面的行情呢，我们也有看过就比如说我们当时在519下跌之后，底部的这个箱体呢，它也出现了一根非常突出的 K 线，长长的下影线，并且呢，它的量能呢是爆大量，也就是把我们游移的筹码给全部逼出来。那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底部，或者说我们49000它的针很有可能就是最底部的情况下呢，我们现在它确实很有可能就要来挑战我们上边界，并且产生出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的突破了。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要在走突破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有一根很确认的 K 线，而且这根 K 线它一定会爆出很大的量能。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从这轮牛市以来15500一直到现在呢，基本上出现了2个非常重要的震荡的区间。那这2个区间突破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我认为这绝对是可以我们相互做类比的。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前面25000突破的时候呢，它走的 K 线行情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而且突破的时候至少突破的那2根 K 线呢是一定有量能的，会显著的高于周围 K 线。那我们现在呢，它也来到了这样的临界点了。那我们从小级别来看它确实已经做了很多有效的进展。那如果我们在周线上呢，其实就是缺一个确认的 K 线。如果我们在周线上又可以出现这种确认的 K 线然后再搭配我们 ETF 的流入，我相信这波多头呢就可以被确立起来。其实我们现在呢面临了比较两难的处境。如果我们从这个空头有优势的观点来看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这里要突破，可是我们的基本面是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改变的，我们的降息也还没有完成。那第二点是，如果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来看的话，我们这一波上来它并不是走得到非常强势，然后量能目前也还没有很突出。不过这我们要观察一下后续的状况。但是我们最看涨的呢，也就是多头最关键的理由就是我们的价格它已经走出来了，它确实已经突破了很多区间。尤其呢，我们要记得一句话，在很多多头趋势要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对它抱持的是怀疑的态度。那最重要的，对于多头来说，其实就是我们有 ETF 连续的流入。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在 ETF 上面呢，我们这几天都是在疯狂的流入。我们从10月11号以来一直到现在呢，每一天都在流入，只有一天是流出，而且那天流出的量呢还非常非常小。那我们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从10月11号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流入了接近20天了。20天里面的所有工作天，它流入的量呢绝对都不小。这在我们这整个震荡区当中呢，绝对是非常突出的表现。你可以发现我们在10月28号呢，也就是昨天的行情呢，周一，我们居然有流入4亿7900万这个单位都是100万美金，4亿7900万一天
然后我们在过去呢也有连续有出现过很多很突出的流入量能，比如说10月25号有4亿哦，然后我们在10月17号、16号都有4亿多，接近5亿。我们在10月14号甚至有5亿多的这个流入量，大家可能对这种流入量呢，比较无法相比较。我们可以把一个图表摊出来哦，也就是我们自从 ETF 上市10月11号以来有交易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每一天的流入量。那橘色线呢，就是比特币的价格。我们可以发现啊，自从我们到这个震荡区间以来呢，我们都没有出现这种连续大量的流入，都没有哦。你看，我们之前在这个10月下旬的时候，还有我们在7月上旬7月中旬的时候，这样的流入量呢，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流入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的。我们现在的流入量呢，其实已经跟我们之前产生疯狂上涨，也就是38000到74000的这一段的流入量呢，已经可以相互匹配了。我们之前疯狂流入、疯狂上涨它大概就是在2月一直到3月中旬左右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流入量呢大概也就是在4亿、5亿、6亿、7亿、8亿，但是我们是每一天都是连续的流入。那我们现在呢，虽然说少了一点点，但是这样子的流入量也在我们这整个震荡区当中呢，也绝对是最狂暴的流入了。而且我们流入的情况呢是非常的连续的，我相信这绝对是对多头来说一剂强心针，也是即使我们现在技术上我们看到它好像并不是到非常非常强势，我们看不到它有很大的量能出现，但未来很有可能出现但是现在的状况呢，绝对是对多头比较有利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只要点击下方的链接，然后按照它的步骤操作，你就可以拿到$500的仓位，这是免费赠送的。你赢钱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如果你亏了也没关系，你可以把你原本入金的钱呢给提币出来。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等待的呢，就是一个突破一个很确认性的突破。毕竟我们现在的突破它还是慢慢的磨上去，它还没有出现一个很确认性的。这种确认性的突破呢，我们用威克夫交易法的称谓里面，我们会把它命名为 JOC Jump Off Quick 也就是跳跃小溪的意思字面上的意思是跳跃小溪。我们在过去其实有出现过很多次这种状况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里的突破比如说我们当时从底部往上的突破。那如果我们到上一轮牛市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这里的突破算是一次，还有我们在2万突破前高的时候的突破。为什么这里很重要呢？要特别拿出来讲，因为我们现在也是针对前高的突破，针对我们这个牛市以来的新高，也就是7万左右的位置的突破所以这几个位置的突破呢，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如果说能走得出来的话，那我们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突破。好，那我们再把这个级别切小一点其实我们现在的上涨呢，为什么说它跟前面的上涨其实都有本质的区别？它已经从根本里面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这整震荡区，它并不是说没有上涨，它有上涨的这个行情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这一段这一段，但为什么说我们这段行情它的上涨就特别不一样？它跟前面的上涨是可以完全做出区隔的呢？一路走来，我们始终如一。我们在判断一个突破，我们都强调3个标准，尤其我们要确认这个突破的时候，第一，趋势线有没有破？那我们之前呢，其实有谈到趋势线有很多不同种的画法，它有宽松的，有严格的。那我们要确认它确实突破了，我们就要用最严格的方式去检验它。首先呢，我们先用射线用 ray， 然后我们用磁铁，我们把这个顶端呢给标示出来，并且我们都连接到最顶端都连接到最顶端，也就是我们连的都是针尖一旦我们连的是针尖，那就再也不可能有其他趋势线的画法然后它可以比这条线更严格的，这条线是最严格的，因为我们连的是针尖你可以看到，那我们在前面呢，其实在69500的位置，它仅仅只是碰到，但是我们现在呢，它绝对是已经突破了。我们没有其他的任何一种画法可以把它说明、把它画成、把它规范成是没有突破，它绝对是已经突破了。虽然说它还没有在突破的时候就出现我们期待的那样的狂暴的上涨，但它绝对是突破了。我相信在这种时候呢，与其我们用比较情绪性的、比较感性的方式、想法去看盘面的话，我相信很多理性的、客观的方式
协助我们做判断，我们做出来的决定呢才会是比较正确的。那再来，我们还可以判断高低点。如果说一段趋势它的高低点被打破了，那原本的趋势也绝对被改变了。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自从我们进入这个震荡区以来呢，我们的高低点应该是这样子的，高点低点高点低点，对不对？高点低点，你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空头的状况，高低点不断降低。那我们现在呢不一样咯，我们现在在行情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突破了前面的高点，前面的高点在7万，我们现在在7万1，所以它绝对是已经突破了。那我们谈到的3个判断标准里面呢，已经符合了2个。第一，趋势线突破；第二，前高突破。所以，如果你对这段多头呢，你是对它抱持的希望的，除非你有什么真的很看空的理由，或许你自己有什么很看空的理由但如果你对这波多头，但凡是有抱持的希望的，你觉得它可能突破，它已经符合了3个条件里面的2个条件，我认为至少都要持有底仓。那你可能会说这个位置它有点高了，对不对？但只要能确认它这波多头真的能走出来，这里的位置呢也绝对不算差。我们往上绝对还会有几万刀的行情可以走。那最后一个法则呢，就是前高，也就是针对我们7万4左右的突破。如果这3个条件呢都被满足了，那它就可以被称作是一个成功的突破，一个从客观条件上面成功的突破。当然如果我们有在量能上面，在 K 线上面的佐证的话，当然会更好。那我们期待一下未来会不会出现。其实我们从当前的走势来看这几波上涨它确实是走的有一点弱，我们可以看它现在这一波的上涨呢，你可以看它走的是越来越弱了，对不对？那我们这波突破它一定要往上走出很长的一段距离，不然它就是在衰竭。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原本的楔形呢，原本可能的楔形它也被往上突破掉了，所以这个楔形也是无效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的量能确实是没有表现如果有表现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突出于其他量能的这种 K 线出现。不过我们的量能很有可能是出现在 ETF 上面。我们再回到 ETF 我们只有看到它个别的流入量。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呢，其实我们在这整个震荡区呢，我们已经净流入了100亿，多流入了100亿，可是我们的价格居然在原本的位置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原本7万4的时候当时我们的时间点我们前高在7万4嘛，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创出新高我们在3月11号就到达了7万4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3月11号的时候当时比特币 ETF 的流入量它只有100亿美金，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流入了225亿的美金，等于说我们在这整个震荡区价格没有变可是我们多流入了125亿的资金。注意美金125亿的美金我们价格居然在原位那就表示 ETF 它吸收了其他地方的这种供应达125亿。那现在呢就是要决胜负的时候了。如果说 ETF 还在持续流入的情况下，然后它出现的这种最优势的突破这种我们刚刚复盘过那种突破，那基本上我们下一波趋势的开启呢就可以被确定了。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